朋友们，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活得像台电脑，每天开机运行程序，然后卡死、蓝屏、重启，日复一日，工作、赚钱、焦虑、内耗，感觉人生就像被一套固定程序给控制住了，怎么都跳不出来？如果有，那恭喜你，你正在体验什么叫做有为法。有句话说，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当你站在世界的角度、生灭的角度，看到的就都是有形有相、有生有灭的有为法。那什么叫做无为法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换个视角，从新的角度看世界。什么叫新的角度？说到心，你可能会想，心不就是那个扑通扑通跳的器官吗？或者是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？这些都不是。我们的心是有层次的。首先，我们所有的烦恼，不管是大是小，是工作还是感情，根源上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觉得有一个我。这个我就是第七识我执之心。它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叫阿摩罗识的本心，而当本心对原有执着的时候，就会转化为第八识阿赖耶识。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就是它是真心与妄心的结合体，它里面含有一种虚幻的妄心。这个虚幻的妄心就是第七识我执和第六识意识。我执之心也叫一根，而第六识叫意识。根是在于有一个我，这个小我就是根，因为有我才会有我与非我的区别，才会生出分别心，这个叫做意识。原本第八识是大圆镜智，奈何因为执着就变成了一个资料库，一个储藏室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本来这是一个一尘不染的镜子，能照见天地万物，但物过不留，什么都不沾。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反复沉迷于镜子中的影像，对影像执着，从而这个镜子就变成了可以容纳万物的储藏室。也就是说，当镜子里出现了画面后，我们对这个画面的执着扭曲了这个镜子，让这个画面定格在了镜子上，把它变成了一张张照片，储藏在了这个被严重扭曲的镜子里面。举个例子，你看到一朵花，觉得好美，这个美的念头一粘上去，镜子就脏了一小块。看到一个人，觉得好讨厌，这个讨厌的情绪一贴上去，镜子又糊了一层，久而久之，这面本应一尘不染的镜子就被无数定格的画面给糊满了。你想想，原本是一面通透的镜子，能映照一切，却留不住任何东西。可现在呢？因为我们的执着，每个画面都被定格下来，变成了一张张照片，密密麻麻地贴在镜面上。这面被严重扭曲、堆满了照片的镜子，就不再是那面清净的大圆镜智了，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储藏室，一个资料库。这个资料库里储藏了无数的照片，它们就像种子一样。这时，大圆镜智就成了阿赖耶识。而当我们的六根接触到六尘，在接触当下，后台就会自动地把资料库拿出来。拿出来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拿出来执着。记住，第八识不单单能储存记忆，还能储存情绪，变成你的习气。很多人以为记忆就是画面，像照片一样，其实不是。你的记忆是带着气味的，是带着温度、带着心跳速度的。你想起初恋，不是想起那张脸，是想起心里那阵悸动。你想起小时候被狗追，不是想起那条狗长什么样，是想起那种腿软的感觉。情绪才是记忆的核心，画面只是情绪的配图。所以当你的六根接触到六尘，就在接触的那一刹那，
后台会做出2件事：第一，调出相关的情绪，这是最快的，快到你完全察觉不到；第二，调出相关的画面，配合这个情绪，让你觉得我的反应是有道理的。比如你现在眼睛看到一个人，后台就会自然而然地调出与他相关的照片和情绪。例如你在外面逛街看到了你的老板，就在你眼睛捕捉到他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后台系统瞬间就自动调出了关于你老板的所有档案。如果平常你很惧怕你的老板，也很讨厌他，那这时当你见到你老板的时候，后台就会自动先调出恐惧和讨厌的情绪。你的大脑还没来得及分析我该怎么打招呼，你身体就已经先反应了，心跳加快，肩膀绷紧，胃里像被人揪了一下，一股烦躁和紧张的情绪腾的就冒上来了。你甚至还没想清楚自己为什么紧张，情绪就已经到那了。然后你会对这些画面又展开新一轮的执着与分别。他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要不要过去打招呼？假装没看见会不会不好？这一通胡思乱想又产生了新的情绪，比如焦虑、纠结。这些新的画面和情绪又被重新打包，储存回了第80的资料库，成了下一次触发的种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，明明没什么大事，却突然心情低落。不是没大事，是你后台调出了一个隐藏文件。你走在大街上，听到一首歌，心里突然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，因为后台把那个环境、那个人、那种说不清的遗憾全部打包调出来了。你以为你在听歌，其实你在重温一套完整的情绪模式。这个循环一旦形成，就会不断自我加固。你越怕老板，后台调出的恐惧就越多，恐惧越多你就越怕，你越觉得孤独，后台调出的孤独感就越浓，你就越觉得全世界没人理解你。就像一条河，水总是往低处流，流久了就冲刷出了河道，以后水只能顺着这个河道走，改不了道了。你的习气就是这样，你的反应模式就是这样，你的人生剧本就是这样被写死的。这个游戏就是这么循环的。6根触6尘，触发第80的种子，产生情绪和画面，然后第60基于这些进行分别执着，产生新业，再存回第80。而这个循环的核心驱动力，就是那个第70我执。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的。我怕老板，我讨厌他，我被批评了，我没面子。这个我是所有情绪的核心，也是所有档案的分类标准。所以后台每次自动调取，都在加深这个我的存在感。你越用，这个我就越结实，越像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总觉得有个实在的你在受委屈，在焦虑，在挣扎。因为后台每次运行，都在把这个你打磨得更真实。而只要有我，就会有他，就有我和他的对立，就会有分别心。这个分别心就是第60意识。什么是意识？很多人以为第60就是思考，就是逻辑分析，其实不是。思考只是它的工具，它的核心功能是分别。所以你看，第60和第70它俩是绑在一起的。第70是根，第60是枝。第70是那个觉得有我的错觉，第60是建立在这个错觉上的所有二元对立。而且第6和第70也都储藏在第80阿赖耶识里，这就有点像一个游戏的存档系统。第80是那个存档硬盘，里面有一堆数据。第70是那个玩家身份认定，你是谁，
你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什么角色？第6时是你在游戏里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判断，每一次攻击或逃跑。所以说，第8时阿赖耶识是真心与妄心的结合体。当真心与妄心结合在一起，就成为了在这虚妄世界的本能。而我们所分别的对象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套皮肤及眼耳鼻舌身。所以我们才会在5、6、7、8时中流转循环，这个就是游戏世界的生灭循环系统，这就是轮回。你以为轮回是指死了以后投胎到下一世？不，你每一秒都在轮回，你每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境，每一次冒出同样的情绪反应，都是一次生死轮回。从眼根触到色尘的那一刹那，到第6时开始分别，到第7时跳出来说这是我讨厌的，到第8时调出记忆，到情绪升起，到新的记忆存回去。这一整个过程，你一天要经历多少次？你算得过来吗？根本算不过来，因为这套系统已经快到你根本察觉不到它的运行了。你以为你是自由的，你以为你的每一个反应都是当下的，其实你不过是在重复播放一段录好的录像带。你以为你在活着，但你只是在回放。而当你真正明白游戏世界的后台系统，不过是5、6、7、8时这套流转循环，它精密、高效、自动化，但终究只是系统。系统是生灭的，是变化的，是虚幻的。而运行这套系统的本心，才是那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源代码。而当你回归本心之后，这台游戏系统的运行方式就会发生颠覆性变化，即转时成质。什么叫转时成质？不是把时消灭掉，而是让它回归本来的功能。先说第8时，第8时原本是大圆镜智，一面圆满的镜子，能映照一切，却不为任何影像所动。但因为执着，它变成了储藏室，塞满了照片和情绪。转时成质就是让这个储藏室重新变回镜子。怎么变？不是把照片一张张删掉，你删不完的，你越删它越反弹。你要看清楚，那些照片本身就是虚的，它们只是影像，不是真实。当你真正看透这一点，就不再受到这些虚妄的干扰。同时第7时我执也逐渐消散，因为回归了大圆镜智，所有的相都是影像，我们认为的我也只是影像，而影像不都是平等的吗？所以第7时就转为了平等性质。因为你知道了游戏万物都是源自于本源而产生的不同的相，那第6意识就只剩下了清净的分别，寥寥分明。注意，这里不是没有分别，因为分别本来就是本心的功能，而是回到了最初的分别和感受，不生攀缘对立。虽在分别中，但不做分别想，不会因为观察产生执着与烦恼。你看到老板，你仍然知道那是老板，但你心里不再升起我讨厌他的念头。你看到一朵花，你仍然知道那是花，但你不再想着我要拥有它，或它为什么不长在别处。你只是清清楚楚地看见，明明白白地感受，但不在上面附加任何故事。就像镜子照出万物，但镜子本身干干净净。这就是妙观察智。这时候用5根接触5尘，让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感受万物能量的流动。你不再用眼睛去评判美丑，而是让光自然流入。你不再用耳朵去分辨好坏，而是让声音自然穿透。你不再用舌头去挑剔味道，而是让滋味自然呈现。这时候，你才真正开始生活。之前你活在一堆照片里，
现在你活在鲜活的能量流动中，你喝茶，茶就是茶；你走路，路就是路；你呼吸，空气就是空气。每一刻都是新的，每一刻都在当下。这就是成所作智，五根成了智慧的通道，而不是烦恼的入口。你发现没有？转识成智不是你要去做什么，而是你要放下什么。你不需要去修一个智慧出来，因为智慧本来就在，你只需要把那些遮蔽智慧的东西拿掉。就像太阳一直被乌云遮着，你要做的不是去造一个太阳，而是让乌云散开。乌云是什么？就是你对我的执着，对影像的执着，对分别的执着。你把这些放下，智慧自然就显露了。但你可能会问，放下怎么放？我越是告诉自己不要执着，我反而越执着。没错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放下不是动作，而是看透。你不需要真的去做什么，你只需要看清那些照片是虚的，那些情绪是虚的，那个我也是虚的。当你真正看清的那一刻，你不需要放下，它自己就掉了。就像你手里握着一块烧红的铁，不用别人告诉你放手，你本能的就会松手，因为知道它是烫的。转识成智就是这么回事，你真的看到了，自然就转了。所以修行这件事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路径，你从哪条路出发都可以，但山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本心。所以，什么是修行？不是打坐参禅才是修行，不是诵经拜佛才是修行。当你把整个后台系统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到从大圆镜智变成阿赖耶识，从阿赖耶识变成六道轮回，这一整套游戏机制你都看明白了。然后呢，你要做的不是关机，而是保持这个看明白的状态，继续玩这个游戏。这就叫保持见地。你已经看清了整个游戏世界的虚幻本质，知道所有的情绪、画面、执着都只是镜花水月。你依然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该工作工作，只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心里清清楚楚，这一切都只是影像在流动，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被这些东西牵动。这就是无作而作，就是去感受、觉察、体验六根六尘相接触的能量流动。本来如此，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只是游戏而已。所以作为游戏玩家，要做的就是承担当下，缘来则应。可是它又干扰不了你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明白了一切都是幻象，原本就没有东西可以住，只有你不住在上面，你的心才是活的。明白了吗？最后，在这个虚拟的、梦幻的、精彩的、难得来一次的世界里，认真的玩吧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